这是唯一一部没有车祸绝症和失忆的爱情电影，可依然能在上映后让无数网友哭到昏厥，甚至还有90%的情侣看完后选择了当场分手，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世界上竟会有如此合拍的爱情存在，只因同时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4个陌生的年轻人来到一家酒吧消磨时间，其中2人很快便找到电影这个话题开始畅聊起来，反观对面2人却始终沉默不语。突然男孩注意到了隔壁桌正坐着一个动漫大神，他激动地把这一发现告诉2人，可他们却轻蔑地表示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男孩的眼中闪过些许失落，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女孩欣喜的表情。下楼后方才聊得火热的2人便一起乘车离开，而他们也在礼貌示意下做出告别。可没过一会，女孩便叫住了男孩。押し守りましたね。さっき押し守りましたね。ご存知なんですか？好き嫌い別として押し守を認知していることは広く一般常識であるべきです。这份默契瞬间打开了2人的话匣子，他们相谈甚欢，不断吐槽着方才那2人的无知，一路从昏暗的街头聊到了一家咖啡店。凑巧的是，2人竟穿着同款的小白鞋，并且在经过一番交谈后，他们还惊奇地发现彼此间有着许多共同喜好，不仅携带的耳机会习惯地卷在一起，就连钟爱的书籍也是同一本。他们默契地背出了里面的内容，而更意外的是，2人居然还错过了今晚的同一场电影。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凑巧，当2对目光交错的一刹，他们都默契地笑出了声，仿佛这场邂逅就是上天为他们精心编织而成的。就这样，他们从对桌儿立到了促膝并谈，从荒无人烟的街道来到了放声歌唱的 KTV。他们总能第一时间想到说不完的话题，也总能在不言中捕捉对方的小心思，就连他们对某些事情的看法都不约而同。明明石头可以轻松击穿布，那为何偏偏是布赢了石头？他们都深情地注视着彼此，也在暗自窃喜着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巧合。他们明明都害怕寂静昏暗的街道，却也会在此刻朝着周围肆意唱出喜欢的歌词。突然天空不作美的下起大雨，男孩只好先带女孩去自己家避雨。可当女孩进屋的一刻，又再一次被屋内的陈设看傻了眼，因为男孩书架上的书籍竟也都是他喜欢的。ほぼうちの本棚で。之后女孩翻看了男孩的插画，里面承载着他的梦想与自由，而他也很快被画面的内容深深吸引，他乐此不疲地一页页翻看。男孩则是拿出吹风机，小心地为他吹干发丝上的雨水。距离拉近的同时，2人心中的那根琴弦也在此刻悄然波动。即便吹风声嘈杂入耳，但2人却依旧能够感受到彼此的心跳声。或许就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彼此之间的那缕情愫早已肆意蔓延。男孩总说自己的画作过于青涩，却会因为女孩的喜欢变得更加自信。女孩时常喜欢一个人独处，却也会因为见不到男孩而浮想联翩。只有当2人见面的时候，他们脸上才会浮现出最为纯粹的笑容。2人一如往常默契地点了同一杯咖啡。人潮汹涌的地铁站此刻竟也变得不再拥挤，他们时刻不再享受着约会的时候平常司空见惯的储气罐，此时竟也变得不再无聊。但他们都清楚地意識到，如果继续这样保持着朋友的身份相处下去，彼此的感情只会在其中消耗殆尽。于是这天，他们都默契地道出了彼此的心声。八谷さん、はい。僕と付き合ってくれませんか？はい。ぜひ。确定一段感情就像是空瓶子找到了合适的瓶盖，从此的他们紧密相连，也在情至意浓时暗自托付了彼此的一生。他们走到一处马路，可对面的红灯却迟迟没有变绿。2人第一次没有了讲不完的话题，只是会在夜空的陪衬下缓缓向对方靠近。他们一吻定情，在炽热中找到了心灵的那个归属。就像大多数热恋中的情侣那般，2人会无时无刻黏在一起，体验从没体验过的事情，也可以连续1周都足不出户，仿佛外面的一切也没有那么稀奇。他们展开了一场花束般的恋爱，沉溺在爱情袭来的芳香中无法自拔。他们是如此相信彼此就是对方的命中注定，却怎么都不会想到，曾经如胶似漆的他们竟也会在之后形同陌路。有人说，爱情不过就是一场始乱终弃的游戏，就像夜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只能维持片刻光芒，待到陨落时便会变得破碎不堪。也有人说，爱情就像是储存在冰箱中的食物，有新鲜期、保质期，也有过期。所以恋爱中的人总是会将迷恋的东西夹杂在书桌里，再来分享他们的爱情，因为他们只能时刻享受这份悲伤。可即便所有人都告诉他们爱情的存活率极为渺茫，但2人却始终坚信
属于他们的爱情定会如这浩荡的海域，在绽放出深蓝的同时也得以永恒。这天他们拍下了很多张照片，而这些属于他们的幸福也将会成为彼此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女孩开始试着融入男孩的生活，结识了他的朋友，其中的一对纹身情侣令他印象最为深刻。或许爱情是在疯狂中诞生，在某种精神寄托下无限蔓延。很快他们的恋爱来到了第2个年头，这是一年盛夏，正在画着插画的男孩突然接到了女孩的电话，他明明面试失败了，却依旧逞强地向男孩道着没事。而现在的他们早已能够通过彼此说话的语气来捕捉到其中的情绪变化。男孩很快洞悉到了他面试失败后的难过，便连忙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冲过人潮汹涌的地铁站。没等女孩说话，便一把将她抱住，不忍看到女孩落泪时自己不能第一时间出现在她身旁，男孩便提出要和她同居。一緒に暮らそうよ。就这样，他们找到了一个视野开阔的小屋，这里采光够好，也能一眼看到宏伟的大桥。两人乐此不疲地装修着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把屋内的陈设都摆成了共同喜欢的样子。楼下的一家面包店成了两人经常的打卡点，而开店的一对老人夫妇也成了他们爱情的标本。他们吃着手上的面包，却露出了享用过山珍海味后的表情。在浪漫的点缀下，似乎一切美好都与他们环环相扣。此后，男孩便开始为网站画插画，并以每张1000日元的价格售出，而女孩则是在一家冰激凌店做起了临时工。男孩每天都会在街角等女孩下班，桥下的那条小路成了他们经常光顾的约会地点。30分钟的路程也变为了他们最珍惜的时间。他们依旧会和大多数情侣那般在圣诞夜互换礼物，只不过凑巧的是，他们居然送了对方同一副耳机。时间并没有冲走他们的那份纯真，现在的他们还是会一起看着喜欢的漫画，一起为里面凄凉的故事情节痛哭流涕。两人的爱情也因在路边捡到的一只小猫愈发浓烈，他们给它取名为公爵，而它也在这年寒冬带给了两人一丝温暖。冬去春来，两人的爱恋来到了第2个年头，他们互相约见了彼此的家长，可在这个一无是处的年纪里，家长也不看好他们的爱情。这是两人第一次尝到了生活带给他们的压力，再加上男孩的插画也从1000元1张变成了1000元3张，所以男孩思索片刻后便告诉了女孩自己的想法，他要准备开始找工作，准备为他们的未来筹划了。于是找工作变成了他们第2年的最大任务。隔天的男孩便将头发剪成了大人模样，在女孩的支持声下自信离开。这一年，有着第2个宫崎骏之称的新海诚推出佳作《你的名字》，可男孩女孩却都没有第一时间观看，一场场的面试应接不暇，一张张的简历也必须在今晚写好。终于在这一年快结束的时候，女孩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而男孩则是在两人之中成了落后一方。直到他们恋爱的第3个年头时，男孩才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是负责物流的新兴公司，但男孩依旧认为他很有发展的潜力。两人终于在事业上有了着落，而他们也开始憧憬着幸福美好的未来。ケニちゃんと出会って2年、楽しいことしかなかった。それをこれから先もずっと続ける。僕の人生の目標は、ケニちゃんとの現状維持です。ニンテンドースイッチ買わなきゃね。这个楽しみだね。于是为了庆祝，他们斥资买来了喜欢的游戏机，但男孩不知道的是，原来他们新买的游戏机放了很久也没拆开玩过。曾经每晚去接女孩下班的他，现在却也忙得不可开交。原来期待了很久的电影，在上映的时候变得也没那么重要了。公司聚会占据了他的闲暇时间，公司任务成了他的重中之重。这晚女孩在与朋友聚餐时偶然得知，原来当时那对热恋的纹身情侣也还是没能抵住时间的冲刷而分手。这是女孩第一次动摇了心中的想法，她开始怀疑自己的爱情是否也会过期，自己的幸福是否还会持续。回家后，她把那对情侣分手的事情说给男孩听，不料对方却只顾着吃面，全然没有理会女孩说的话。不知从何时开始，男孩的聊天内容变成了工作上的倾诉，变成了事业上的进展。也不知从何时开始，他们之间的气氛逐渐变得死寂，变得不再浪漫。即便已经订了票的电影，男孩也会因工作加班一推再推，女孩总是会在嘴上说着没关系，下次吧，实则在内心涌现出了无尽的失落与悲伤。让他没想到的是，即便男孩察觉到了他的表情变化，但却会在此时浮现出前所未有的不耐烦。だから行くって言ったじゃん。じゃあって。じゃあだったら行きたくないよ。じゃあの数が多いんだよ最近。他们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曾经一笑而过的小矛盾，却也会在此时被无限放大。之后，男孩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忙，女孩叮嘱他一定要看的书也会被他丢在一旁。曾经的小白鞋也在此刻换成了黑色的皮鞋。当年他们一起玩的游戏，现在却变成了女孩一人在玩。女孩也试着开导自己，她也只是为了我们的生活而已，所以
会在男孩工作时递上一杯热咖啡。只是当年喜欢听游戏声音的那个男孩，现在却戴上耳机与世隔绝。他想让女孩开大音量好好放松，却不知女孩想要的放松其实不过是让他陪在自己身边而已。好不容易来趟电影院，男孩的脸上却充满着疲惫与睡意。荧幕中传来的声音此刻竟也化为了一首催眠曲。好不容易来到书店，女孩找到一本当年他们最喜欢的漫画续集，她激动地想要告诉男孩，却在看到男孩手中的成功学后停住脚步。她驻足原地，眼神中闪过一丝错愕。他们似乎早已不再是他们，好在现在的两人依旧能够同床共枕，只不过曾经相拥入睡的他们却维持了3个月的背对背。他们脑中都想着不同的事情，矛盾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变大。这天回家的女孩偶然发现，曾经那家经常光顾的面包店此刻却紧闭大门。原来开了58年的面包店也终将会有倒闭的那天。她失落地把这一消息告诉男孩，可男孩却会不耐烦地回复她，倒闭了就倒闭了，你去另一家面包店买不就好了，不要说面包了。这天男孩也才发现自己追了好几季的漫画，却已经有1年都没去追了。甚至他才无意中从桌面的文件看到，女孩竟早已辞职，现在才跟他商量说想要换一份工作。転職しようかな。え？イベント会社。知り合いに好きな映画の話とかしてたら誘われて。派遣だし給料減るけど、今もね、仕事終わりに顔出したり遅なったりして。ジムの仕事？知り合いって？男孩很惊讶，他不理解女孩明明努力了那么久，才去到了那家会计公司，现在却为了这些所谓的爱好抛下一切，并且工作内容还是些不切实际的，有关漫画的剧本杀和密室逃脱之类的，更不理解女孩竟会为了自己所谓的爱好，放弃高薪工作来满足自己的玩心。女孩不断向他介绍着这份新的工作，说这正好符合自己的兴趣，可男孩却说工作并不是玩乐，进了这种乱七八糟的公司，万一哪天倒闭了怎么办？随着男孩脸上的表情愈发凝固，争吵就此产生。好きなこと活かせるって、そういうの人生舐めてるって考えちゃう。好きで一緒にいるのに、なんでお金ばっかりになるんだろうって。ずっと一緒にいたいからじゃん。そのためにやりたくないことも。私はやりたくないことしたくない。ちゃんと楽しく生きたいよ。じゃあ結婚しようよ。結婚しよう。俺頑張って稼ぐからさ、家にいなよ。働かなくても別に家事もしなくても、毎日好きなことしてればいいじゃん。それってプロポーズ。虽然女孩也想和他步入婚姻，但当这句我们结婚吧说出来时，却充满着戏谑与随意。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期待着未来，是否还期待着和男孩的婚礼，只知道现在她的心早已变得支离破碎。而命运的齿轮总是充满着戏谑。进入新工作的女孩很快便认识到了自己的老板，他会在工作中耐心传授女孩一些经验，就连生活上也有着清晰的頭脑。恋愛って生もんだからさ、賞味期限があるんだよ。それ過ぎたら、引き分け狙いでただボール回してるような状態になるわけじゃん。ほら、一人の寂しさより二人の寂しさの方がよっぽど寂しいって言うし。这种两个人的寂寞，女孩又何尝没有体会呢？这天，男孩的一位同事不幸去世，他带着女孩参加了葬礼。同事生前待他不薄，自己工作上遇到的问题，他都会帮忙一一解决。可即便心中有着太多的感伤，男孩却不知找谁诉说。回家后便独自喝着闷酒，本想让女孩做自己的倾听者，可这天晚上，他只是草草的说了一句晚安就去睡觉了。男孩只能一个人来到外面，对着阴暗的河流独自宣泄内心的沉痛。女孩意识到了自己昨晚的漠然，可当次日清晨想安慰男孩时，他却不做回应的转身离去。其实在女孩看来，一个跟她毫不相关的人去世，她实在无法做到感同身受。只是等她意识到自己忽略了男孩的情绪时，所有的对话都已经迟了，仿佛一切早已不再重要，一切都已无所谓了。或是意识到了他们之间的感情正逐渐偏离轨道。这晚男孩试着挽回这段爱情，只是这时隔很久的吻线如今却变得如此僵硬。只是他们曾经很喜欢看的夜景，原来也没有那么美丽。原来我们还没有一起坐过摩天轮，原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唱歌了。这天他们一起见证了朋友的爱情，看着台上这对新人修成正果，他们也为此感到高兴。只是在婚礼结束后，两人都不约而同的在心底做下了一个决定。絹ちゃんと別れようと思って。麦君と別れようと思ってて。而两人之间的感情也终于迎来了尾声。他们和以前一样漫步街头，和以前一样来到了那家咖啡店。可当年的那个老位置，现在却早已有了人坐。他们只好来到另一桌，随后默契地打开了彼此手机里的那些合照，默契地怀念着美好的过去，默默地宣告着心中的眷恋与不舍。只不过始终没有一个人打破沉默。而当年是男孩开启了这场为期4年的恋爱，现在或许该由女孩来宣告结束。楽しかったことだけ思い
念にして大事にしまっとくから。麦君も。さ。虽然男孩也默契的点了点头，可心底却始终无法割舍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別れなくていいと。結婚しよう。結婚してこのまま生活続けていこう。结婚吧，我们感情变了，不也可以照样过吗？这世界的情侣不都是这样吗？只有在结婚后，才能慢慢忘掉恋爱的感觉。女孩当然知道男孩心中的想法，恋爱谈不下去了就结婚，结婚过不下去了就生了小孩，就算不爱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是照样过吗？只是男孩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的世界早已被工作和未来所占据，却忽略了最为重要的现在。他一味地追求着物质和财富，却忘掉了该如何生活。自从他放弃梦想那天开始，就在心底发誓一定要让女孩过上好日子，却忽略了女孩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知不觉他便已经说了一大堆，可女孩却始终保持着沉默，因为她知道现在的他们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而他们也永远无法再回到那个他们。就在这时，他们曾经的位置来了一对年轻人，一样有着不太熟悉的拘谨与礼貌，一样穿着同款小白鞋，一样都默契地伸出彼此的触角小心试探，一样都感叹着今晚恰到好处的相遇。只是不一样的是，座位上的人却早已不再是他们了。これ読みたかったやつ。私もです。这一刻，男孩才清楚地意识到，现在的他们早已褪去了青春时的那份悸动。就在这时，方才的男孩女孩交换了彼此喜欢的书籍，仿佛就像那晚的他们一样。看到这一幕，女孩再也没能止住眼中的泪水。当年那段对爱情的憧憬与向往，现如今竟成了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男孩后知后觉地跟了上去，他依旧想要做出最后的挽留，冲出去的一刻便抱住了独自痛哭的女孩。这或许也是两人最后一次的拥抱，他们再一次地感受到了彼此炙热的体温，可却再也感受不到彼此那颗疯狂跳动的心了。就这样，他们和平分手了。为了好好告别过去，男孩请了1周的长假，他们还是在一起生活了1周，会一起吃饭，一起看喜欢的电影，一起玩着最幼稚的游戏。在分别这天，他们共同整理好了曾经的小屋，从此便再也没见过面，只是某些时候会无意间在街角相遇，只是他们彼此都有了新的归属，只是两人再见时也会笑着朝对方挥手告别，背道而行。或许有些人的相遇注定如同流星划过天际后的片刻温存，仅仅一瞬的绚烂交汇，却迸发出了夺目的光芒。那温暖如璀璨星辰，在夜空中熠熠生辉，点亮了彼此的生命之路，也燃烧了寂静的宇宙深空。那一刻的美好瞬间，仿佛被时间之神所定格，化作一幅永恒的画卷，珍藏在记忆的最深处。每一次回想与感慨，都再次滋润了渴望爱情的心田。